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敏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特别要来关心到是中俄这一回强势的压进了第一岛链的战场曝光了。今天会帮观众朋友来特别做解读，包括了大陆解放军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辽宁号狂刷100架次，超高音速导弹也下杀，这个画面也曝光了。再加上中俄最近做的反导弹联合开火，日本最新消息今天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是新建在台湾附近新建了飞弹岛压境。东亚是否踏入战争的临界点？今天会一起做关注。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刚刚强调了，除了辽宁号在外海做这种强度演训之外，还有高超音速的这个导弹画面也曝光了，是看到的是有垂直下杀把船的这个画面。北京秀军事肌肉是在对美日台发出警告吗？第二件事情，这个是最新消息，日本在台湾附近打造的飞弹群岛压到了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从与那国岛一直到宫古岛全面武装。日本是想要嚇阻，还是把整个东亚有没有可能推向一条战争的不归路呢？最后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在军事方面首次公开的氢弹投放，加上非核氢弹的威力，再加上中俄现在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军演，中俄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吗？今天也会来关心印太的军控会不会因此而不一样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在这一场中日冲突之下，日本防卫省的最新示警，包括了辽宁号在6号到7号，我们上次跟观众朋友报告过，突然间是在这个冲绳外海这边狂刷了100架次的舰载机，还有直升机之外，歼15也对日本的 F-15雷达做照射。最新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另外在微博解放军放的这个 MV 叫做《箭在弦上》。我们请导播也带我们来看这个潜艇集群是一字排开，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直接在上演震撼的画面。从画面中，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逐渐来看到，是从高空有一个垂直下杀的这个砸中靶船的一个画面。专家特别针对了这个影片也做了一个分析，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在针对美日做警告，也是同时要他们不要干涉台海。而解放军的讯号之外，我们来看到在军事层面还做了哪一些呢？北京最近是成功试爆了它的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可以燃烧超过1000度，火球持续燃烧2秒以上，高热加震波可以定向的攻击掩体跟建筑，目的现在说就是要在打城市战中打击台湾的防御能力。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大使怎么看刚刚特别看到的中国大陆公开它的潜艇集群之外，还有这个导弹垂直下杀的一个画面，剑指美日台做警告吗？会不会让台海风险再加剧？大使怎么看？对，我想最主要，中国大陆为什么会亮剑啊？其实这些都是既有的武力，既有的这个新的装备啊。那你说中国大陆有70几艘的这个潜水艇啊，本来就是区域里面最强大的一支潜水艇。那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啊，把它这个阵势摆开？这个在中国大陆军事术语叫亮剑。亮剑就是当受到威胁，或者说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有一些关键时刻可能要发生，中国大陆会先把武器先亮出来。为什么？这个就亮剑，就是让你评估，免得你会做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你搞不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武力到什么程度，那就先告诉你，然后呢你自己评估，免得有这个武器，结果对方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故意搞不清楚，然后呢做了一些挑战，然后发生冲突以后，那冲突一定会造成损失。所以大陆的战略是先让你知道我的武力在哪里，让你自己评估，让你知难而退啦。那我想它最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因为这个11月7号高市早苗的这个发言啊，那事实上的话是对在陈平时期对中国大陆，那么公然这个等于就是说要做出行使武力的威胁。那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当然就一定会强烈回应。
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过去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的日本的再武装，那到现在，那么高市早苗的极右势力上台以后，他不但这个对中国大陆进行武力威胁，明白表示说他要干涉台海未来的发展啊。其实台海两边他都知道不是日本的，都是属于中国的。他事实上他的所有的文件都承认，对，1972年、1978年。他都认为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那他现在就是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他就是要干涉，而且就是说你发生事情的话，我就要行使怎么样这个所谓的集体自卫权啦。那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是认为说这个那么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事实上正在把日本的军国主义的这一套这个整个的思维跟做法上，在高度的怎么复刻，而且高速往军国主义的这个方向去推展。那另一个方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2次大战以后所建构的整体的国际秩序，日本是一个挑战者，他不愿意接受。在领土的安排上，在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约制上。因为2次大战这个联合国的宪章事实上有所谓的什么敌国条款，也就是这一些当时的这些发起战争的战败国，他不能够再恢复军国主义的作为。那德国不能恢复纳粹主义，日本不能恢复军国主义。如果恢复军国主义的话，敌国条款就说那个时候的5强国家，联合国的5强国家可以不经过所谓的这个安理会的授权，就直接对日本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所以这些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最近就把它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而且是对这个水面上的这个目标进行这个攻击的这样子的一个镜头就播出来，而且也很罕见的把这个潜艇浮上水面，一个舰队展示出来。那这就是亮剑，最主要就是亮给日本看，然后要震慑日本。那然后让日本知所节制要不然就是说，如果日本再往这个路上走的话，那未来跟中国大陆一定发生武力冲突。那么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连非核三原则也都要放弃。对，那日本变成一个核武国家的话，那东亚就永无宁日了。好，现在整个东亚其实陷入在蛮紧张的一个态势当中。日本它这个时候亮剑刚刚提到了嘛，高超音速武器还有他们的潜艇之外，其实呢，东京这个油门持续的踩下去，让日中关系现在被预估是跌到了10年来最冰点的此刻，因为他现在正式的，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启动了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我们来赶快看到这个消息，是他在台湾周边打造的飞弹群岛，沿着大约是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湖线，陆续在这边新建各种的阵地，包括了反舰飞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电子战的设施，要吓阻大陆武力威胁。来自于日方的说法，而在台湾的东方，只有大概110公里的与那国更被打造成最前线，被当作是火力哨站，等于把战场也推进在台湾跟大陆的家门口。这一波飞弹群岛化是真的能够吓阻大陆，还是把东亚推向另外一场军事战争当中？干哥怎么解读？因为与那国岛距离台湾是最近的，才110公里，所以你在上面做什么事情、动什么手脚，那都会被当作焦点来看待。那最近呢，因为他们在与那国岛已经真的就部署了雷达站其实与那国岛本来是没有军队的，但以现在严格来讲的话，也不叫有军队。他们的那个海军陆战队最多是部署在冲绳，也就是说在琉球。所以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你在上面真的放上飞弹的话，那就是挑衅。目前我们所知道是石垣跟宫古这2个岛。的确有12式陆基对舰飞弹已经部署上去了。那他们部署上去其实有2-3年的时间，可是与那国岛不一样，你如果真的部署上去的话，那就验证了高市你的台湾有事论，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你就印证了你的野心在哪里。所以40年来最大的军备扩张，你可以从他一些很小的动作里面看出来，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次在那个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海军辽宁舰它在那个公海上面
竟然被日方的 F-15战斗机逼近。那歼15从辽宁号上起飞是奉命啊，去看看你的意图，这一定要拦截的啦。不拦截不可能。可是通常以前我们在看美俄在冷战时期的北冰洋的对峙，苏联的轰炸机飞过美国航母舰上空的话，通常是不会开照射雷达的。那中国这次就很果决，开了照射雷达，就我告诉你，我已经照着你了啊。可是开照射雷达到了开火控雷达还是一段距离，就算你开了火力控制雷达之后，还没有按下按钮，那就是第3步。所以说，从照射到开火控到真正发射飞弹，其实还很遥远。那是一种自卫、宣誓自卫的一种权利。所以我觉得这次这件事情一直没有办法平息下来的原因，就是说日本认为他们受到了挑衅，可是中国不是这样想。我在公海上面演习，你的飞机靠近我，虽然你的战斗机也是在公海上，但是这绝对是挑衅行为。那日本说不是你先挑衅，没有关系，各说各话。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就是在测试对方的能耐跟底线。如果一旦一天有事的话，那就可以知道谁的反应比较快。那与那国岛老实讲一句，是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就是说再过个几个月，他们对于他的防御跟攻势的加强，是不是正如中国的观察家以及台海两岸的观察家所预判的？他会把什么？他可能还会把对舰飞弹移到这个陆地上面去，到岛屿上面去，还有他可能派真正的警卫团，也就是说，那个都是由陆战队构成的。如果真的派上去，哪怕是一个排啊或半个营都可以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降低温度的，反而会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好，我们会持续的关注在这个第一岛链，因为中日冲突而持续扩大哦。那其实呢，不只是影响的范围是到中日而已，现在持续的扩大，许多国家也被拉进来，包括了在俄罗斯哦，因为力挺中国大陆，所以呢，其实这两个国家举行了军演，启动的是第3次的反岛联合军演。那官方有特别定调说，这个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包括了第三方哦。那美国，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呢，现在是如何？美国在这个时候敏感时机，突然间战略态度改了一个方向，最新修订的是他们的国家安全战略，而且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不再把俄罗斯列为直接威胁了，是有意图要跟俄罗斯来做合作。那川普也把战略重心拉回到西半球，以美国防卫本土为优先。民主党当然就大骂川普了，他说他削弱了美国影响力，助长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一方面是中国在这边氢弹上面的投放，另外一方面还有中俄的军事同盟是不是进入到新的阶段了？对于全球这个区域安全的冲击，上志哥又怎么看？美国这次这个所谓的安全战略的这个白皮书发布，它当然真的是对于美国长久以来的这个全球观，它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当然，特别大家关注到说美国跟俄罗斯以及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在此延伸之外，也不得不说，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中俄跟俄罗斯的这种紧密，所以无上限，包括中俄的所有历来签订的这些高峰的所谓的全方面的这个合作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其实尤其体现在最近对于日本这个部分，那前阵子我们看到说中国方面公布了这个过去的这个氢弹是一个历史性的这个当时氢弹的这个试验的画面。对，那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包括核弹的试验，其实都没有公布。作为一个无论是在情报的机密上，或者是说也不想引起全世界很多的敌对或恐慌，但是呢，这次披露这个历史性的，虽然是个老的氢弹，但是我想它最重要的重点，它很明显，它是直指对于日本的压力。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很多有关军事的消息的散布。很多人都解读说他是不是乱枪打鸟，就也要警告美国，也要警告什么？其实不是哦。大家要记得，中国现在对于所谓这种军事上的舆论性的应用，它其实都是有个特定的行销讲 TA 哦，它要针对谁？比如说，它现在锁定的就是日本。那在日本背后的部分当然是台湾，也都是直指的这同样的一条这个水平线来讲，就是它是有连带关系。然后再往后面，可能是包括对美国的一些警示，再往后面当然是对全世界当中军事的这个宣告。
所以这个概念之上，我们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现在，因为他们都一直传出他们有非核氢弹，有人说他没有需要用过去核弹的这些包括放射性的物质，就可以做到氢弹这种引爆跟杀伤力。那这一块大家在这一次的氢弹的画面公布之后，其实是浮想翩翩的，对，而且特别是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啊。当然我们知道中俄关系的紧密，我们特别要看一下。在今年的部分，因为9月上旬，也就是才1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正式由他们的第一总理丹尼斯宣布说，他们要把手上当中对于宽体客机的重引擎，也就 PD-26，那这个部分是现在中国大陆做不到的哈，就未来要做 C929。这个重引擎发动机要整个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包括它的发动技术，要全部都要卖给中国。你要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确实在军事能力上当中，很多发动机自己做得到，可是，在航机上，因为它的思路跟流体设计不一样，俄罗斯把最重要的东西，包括它未来研发的东西，都要跟中国分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紧密关系，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出。而且不得不说，这是日本引起的争议当中最快出来指责日本，而且就历史的这个罪人的定位来指责，就是俄罗斯。所以特别是在北方四岛的部分呢，其实俄罗斯也你说配合中国吗？有很多的部分的军事的这个巡演，所以对于日本在北方四岛、北海道之外，也有产生具体的军事压力。所以这军事压力，中俄现在确实是在日本的北方跟日本的西边在黄海地区来讲，这个夹击的力量确实比较重。好，谢谢上次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持续要关心到是解放军现在横扫在第一岛链，今天特别来关注，包括先前关注到辽宁号百次起降，还有他们的百舰齐出，都震慑了日本。王毅在这个时候又重启，他特别提到7重锁定，警告日本战败国休想挑衅。我们今天来关心的3个火线话题，会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是大陆在深夜发布的7重锁定，针对于台湾的地位呢，要来封死跟日本介入的一个空间。另外呢，现在爆出的是说歼15锁定日本的 F-15嘛，那现在有一个说法，东京擅闯演训区其实可以把比如说 F-15这样子的战机视为是未来的合法标靶吗？未来任何的战机只要进来，是不是都可以当做合法标靶？等于是北京发出的最后通牒吗？第二件事情，今天也会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国智库今天特别警告了，他说中国大陆恐怕会先发动这个核打击，但是现在也有一个说法，他有必要发动核打击吗？针对第一岛链，因为呢，大陆现在早就已经有3航母了，还有055舰队啊，有需要动用到核武吗？最后来关心在南海的情势，美国的伯克级已经闯入到了黄岩岛，大陆方面也做了一个反制，出动的是他的052D 跟054A 做夹击，中方封死，包括了在西湖入口这边实建立了它的控制区，南海局势是否会翻篇？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一起的来做关注。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半夜丢出的震撼弹，来看到王毅怎么驳斥高市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论，他直接就是明确点出有关于台湾的地位是用7重锁定，用的是哪一些的合约条款呢？包括他引用的是这个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还有呢2758号决议等等，特别去强调锁定了台湾的地位。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说日本你身为是2战的这个战败国，你必须要深刻的反省，谨慎的做出你的抉择。高市想要借由台湾声势来发出对大陆的武力威胁，他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更惊悚的事情是，海上的行动也持续的在升级。除了我们带您看到辽宁舰啊、歼15等等之外，中国的军事专家，这个是张军社就直接警告了，未来干脆啊，共军训练海空域可以被视为是训练的标靶，战机闯进来就可以把它打下来。大使怎么看？有关于第一个是台湾的地位用7重封死，第二件事情是日本的 F-15擅闯演训区，真的可以被视为是合法的标靶吗？国际规则会容许吗？谢大使怎么看？这样哈，这个王毅外长讲的这个7重封锁哈，事实上它都是有根据的啦。
那不过就是说，台湾的地位啊，事实上啊，绝对是归还了中国的政府。哎，在这个1945年是归还于中华民国的政府。哎，那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后啊，它所建立的所有邦交国，那它都有一个台湾条款，都要别人承认啊，任何国家跟它建交，你一定要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有些就是直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领土一部分。那1979年，中国大陆跟美国建交也是讲这一点，它中文解的就是承认。日本的话，也是在他的建交这个共同声明啊，日本尊重并了解并尊重，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台湾属于中国的这部分是毫不动摇的，而今天台湾还实际控制在两岸共属一中的一个中国政府里面，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它事实上跟大陆的法律关系来讲啊。我们是这个，虽然这个现在政府提出一个什么互不隶属啊，可你要就从内容来看，两岸的这个中华民国是高度重叠，尤其在领土部分，中华民国的领土宪法里面写，中华民国的领土从其固有之疆域，就我们过去连今天的蒙古国也是在我们手。也是在我们这个固有的疆域里面。另外一个，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很多国家你对你的疆域，什么叫固有的疆域？对，那要看内政部公布的地图。历来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的中华民国地图，都是把台湾放在中华民国里面的，而我们还有大陆的所有的领土，我们也没有放弃啊。对，所以就法律，我们今天王毅讲的是纯就是法律，我也就讲纯粹法律。所以呢，其实两岸的政府是在这个主权，在这个是中华民国高度重叠的两部宪法。所以就过去很多学者就说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嘛，对不对？92共识就一中原则，就是因为有这个宪法。那这个宪法，大陆的宪法都有效，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也继续生效啊，对。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个跟我们有邦交的国家里面，我们也从来中华民国有说要放弃台湾吗？中华民国有被另外一个国家给取代吗？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政府，这一点是法律上是不可置疑的。是不可置疑的。那当然，大陆讲了七个。那因为日本事实上它是无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他是在1972年，他告诉中华大陆说，台湾是属于大陆的，他是明白的。你去看他那个1972年的联合公报那个前言讲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就是说，法律的人他一定要很清楚。他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了解并尊重其立场，并严格遵守波茨坦宣言第8条的规定。波茨坦宣言的第8条规定就是承继之上的1942年的开罗宣言。开罗宣言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满洲、台湾、澎湖要无条件归还给中国。所以日本在台湾的台湾，他已经把中华民国丢掉一边了。可是他说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可是我们不管今天这个两岸是一个国共内战的一个延续。可是我们纯就法律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的宪法依然在中国的一块土地上生效，这块土地叫台湾。然后呢，这个里面的有关的这个台湾的地位更清。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台湾，除非有人要把中华民国推翻，对不对？或者说我另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作废，没有啊，所以就两岸的这个所有的法律文件，还有对外的两岸的这个两部宪法对外的法律文件，本身跟其他宪法的发生的关系，包括日本国宪法发生的关系，台湾是属于中国的。
这个不要说7重了，我认为比7重还多。好，这个是大陆的王毅有特别就这个法律来去界定历史的这个法律来特别去界定有关于两岸还有台湾的主权问题。不过呢，美国智库也说呢，如果说我们看到如果不完全使用法律的话，他这边特别讲到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就是中国大陆接下来如果武统台湾失败的话，政权受到威胁。美国智库是这样说的，他认为说，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可能会先发制人做核打击。那又一个专家做了分析，他说：“真的吗？大陆有需要发动核武吗？因为他目前来看到军武上面的战力，其实已经是足够来应付了。包括我们看到画面上这边列出来说，大陆现在现有的武力，不管是400艘的舰艇、3航母成军、055还有052D 啊等等，都已经出动了。还有东风导弹，能够整个覆盖美军跟日军所有的基地。第一岛链，中国还有需要动用到核选项吗？那如果真的要用到这个门槛，什么时候可能会突破红线？干哥怎么看？我实在很想用老百姓比较听得懂的话来斥责这个 CSIS 啊，它是华府智库，叫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但他讲的话完全不是在专业领域里面讲的。他上个月就已经讲了，我有24个结果，我们经过这个推演，不是兵推哦，注意。不是兵推，他们推演出24种结果，就是中国犯台的话，只有2个结果会成功。啊，他当时就已经开始胡说了。他说，虽然只有2个成功，但日本一定会波及，所以说日本是可能会有事的。这就是高市早苗后来台湾有事论的根基，你知道吗？都是美国人害的，害高市早苗讲错话。所以到现在局势搞成这么不可收拾，然后最新的说法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为了先发制人的话，他可能会先动用核子武力。人类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再三强调，核子武器不是随便说就可以动用的。不管乌克兰多么的在前线英勇抵抗，可是打到最后，就算是阵地失守。俄罗斯也一样没有动用核子武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触犯了战争罪跟人类罪的。除非2国真正交战，除非真的不诉诸核子武器而不能得到结果的话，其实通常像这样子的研判呢，都认为我们觉得像是打高空的感觉。那所以说，你说这个 CSIS 他为什么会下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理解，绝大多数的专家都不会理解你会有这样子的推演，就说中国为了先发制人而先动用核子武器，动用核子武器的代价是什么？不用我们多解释。而且老实讲一句，中国现在的核子武力已经达到500枚弹头了，可以摧毁日本20次，还需要用到核子武器吗？那讲到传统武力，中国海军现在有400艘可以用作战舰的船。也就是作战用的船，还不包括后勤以及支援舰。所以说，在400艘的规模之下，已经超过了美国海军的300艘了，300多艘。所以，美国海军在短期10年之内不会再增加船，只会减少。中国稳坐全球第一。当然，日本的金刚级神盾驱逐舰是我们必须要忌惮的，因为日本的神盾舰。说句实在话，它的水准是世界一流的，它可以跟我们055大驱相比，但是在质跟量的日益悬殊之上，日本是没有办法遂行一场传统战争的，它没有这个能力，它也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根本就不必谈到说中国需要使用核子武力，因为中国除了核子武力以外，还有刚刚说到的高超音速武器。光是东风17跟东风26这种高超音速武器，就够日本有苦头吃了。所以我完全推翻 CSIS 这样子的国际战略中心研究中心，他们这简直是痴人说梦的这个结论。我觉得那完全是不可采信的。中国的优势已经越来越大，只是你要不要承认而已。
好，这是来自于 CSIS 美国智库的最新的说法。那有关于第一岛链的紧张，除了说美国所支持的日本之外，我们一路的往南走到了南海这边，美国所支持的菲律宾最近也是很多的事情哦。中菲关系还是持续的紧张的时候，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派出的是他们的驻菲律宾一个新的大使，这位大使叫做景泉，他刚抵达马尼拉就已经开始动起来了。他喊说任务是非常的重的，因为这时候可以看到各种的这个军事武器。海上军事武器集结，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中国大陆的，美国派出的是它的伯克级的这个斐拉塔号闯入了黄岩岛，那中方则是派出它的052D 跟054A 直接压境。菲律宾海巡更是指出呢，中方的舰艇已经封住了整个黄岩岛的西湖入口。那黄岩岛海面其实已经被中方给实控，做成了一个封锁圈。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说法。到底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边谁比较占上风？这一次等于北京在对美菲做一些警告吗？美国这次这个伯克级战舰的这个培拉塔号，它都是经常往返在菲律宾跟日本的这军事基地当中来来回回哈，所以它有时候自己一艘，有时候联合其他的这个军舰在走，所以呢这次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在黄岩岛的部分不算是一个冲突啦，但他们就是在那损残罪，我们要这样讲。那中国大陆当然立刻派出2个052D 跟054A， 也都是大阵仗的规模。那坦白讲，培拉塔号是没有。如果真的要动手起来，中国大陆也不会输。而且大家不要忘了哦，现在其实中国大陆比较少。对于在南海地区来讲，他们应该都常驻了一个815的这个电子侦察舰。每次只要有任何美军为主的动态，那815人家就是他街溜子嘛，在网络上很多，很有意思。他就在躲在旁边，他也不打你，你也不能打他，可能就收集所有资料。而且每当他靠近的时候，你要知道，美军军舰上面连所有的士官兵的蓝牙手机都不准用哈，因为那个讯号他都可以全部可以接收到。所以其实要去真的在那个地方，美国可能也要去稍微示威一下，但是每次示威也付出的这个紧张代价还是很有意思的。当然，其实我们现在主要关注的是中菲之间的关系。新的大使到，他当然说这个话叫做双边关系不要再恶化。这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不可能不能再往下恶化了。我们知道中菲关系最近的状况，我认为要先从一个角度来看小马可仕。小马可仕自从今年特别是台风过后之后，整个所有贪腐的部分现在爆发出来。首先有一个流亡在海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议员那他在海外当中直播就指控了小马可仕他本人也贪污，还煞妆煞影的好像说他自己都还送钱给小马可仕当然大家都否认。而且主要是最近是小马可仕的姐姐艾米马可仕也是参议员，也公开指责小马可仕吸毒。虽然总统府出来否认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小马可仕真的是臭的不得了。贪腐的这团队他虽然都现在也在抓贪腐查贪腐，可民众不太相信现在抗议一波波。当然我们刚刚讲到最关键是中菲关系，今年这次菲律宾经历了难以想象，也算是空前接连的这个台风的摧毁之后，中国完全没有捐1分钱，完全没有任何像过往的当中救援的团队或重建的团队去帮助菲律宾。所以中菲这个紧绷的关系真的很像现在中日的紧绷关系，只是一个是更接近军事，一个是更接近实质的，包括从经贸到军事全面的断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待在中菲关系上，就是中国现在在严肃处理包括周边关系，尤其第一岛链当中的2种模式。我认为菲律宾的模式现在就是小马可仕果然虽然不是说被中国整的，他把自己搞惨了，但一旦这种小马可仕自己内线，乃至于未来有可能杜特地家族之后，他一旦未来失去执政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对于中国来讲，可能才是会跟菲律宾会恢复有点友好的关系，而这样子的模式也很可能体现在跟日本的未来关系上。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中美科技战今天来关心的是华为的2奈米专利绕过 EUV 震撼全球。另外，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中美之间的这一场这个贸易战，包括川普寄出的关税战，本来是要
整中国大陆的，结果没有想到大陆啊，它的贸易竟然是突破了1兆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么我们今天也会就这些议题来一起做关心。这个是科技圈的大消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川普突然间宣布了 H200可以卖给中国大陆，但是要有前提的，如果说卖出去的话，还是要被课关税，抽成是针对每汽抽25%的这个税，理由冠冕堂皇，就是说它要兼顾美国的安全，维持 AI 的领先。但是现在科技圈也在解读，是川普真的觉得怕了，针对这一场科技战。因为呢，其实黄仁勋早就已经多次警告川普了，他说呢，我们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晶片品质，不然呢，中国大陆根本就是不会接受的。尤其我们看到大陆一直在做它的自产晶片，华为的实力不断的爆发性的成长，不管是它的这个实力爆发性的成长，或者是它的专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特别看到大陆的半导体产业每年翻倍成长，远超过这个西方。只有年增幅大约20%，而且确实哦，大部分的人才都是华人，专利在中国现在已经在全球高达了70%了。另外一方面，大陆在这个华为的 GPU 的专利5年更是暴增了10倍，那现在专利数量更是创下了新高，包括它的算力也推上了近70%左右。现在看到是大陆的杀手锏，被视为是要特别美国关注的，就是他们3年前推出的这项专利，有20项的这个环绕闸极的一个技术专利，号称能够让 EUV 绕过 DUV 绕过 EUV， 直攻哦，达到2奈米等级的一个制程。节目一开始要来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为什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要放行 H200？怎么看？他说我们不能降低卖给中国的晶片品质。大家还记得这1-2年来说要卖那个 H20嘛，对不对？可是到最后他们说不要用 H20了，我们华为自己能够做。那现在川普突然说好，那我卖 H200给你啊，这个水准就品质就比较好了嘛，对不对？不过我们还是一样啦，我们关税的这个还是要抽25%啦哈，这关税就先摆在一边。然后业界就问黄仁勋说：“你觉得中国会接受吗？”黄仁勋说：“我不能断定中国接不接受 H200。”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华为一直在突破技术瓶颈。他既然说，就算是2奈米的专利，他也可以绕过去。为什么？反正我艾斯摩尔的东西我买不到嘛。那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会在什么？他说他要在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领域里面，他竟然可以说，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用深紫外光，听清楚 ，DUV， 用 DUV 去支援那个金属间距小于21奈米的金属整合技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出2奈米的东西。我操，这个你会不会听起来觉得说这个技术瓶颈应该很大吧？对不对？因为你不是直接得到了 EUV 极紫外光，那这样子做出来的晶片，它的良率可以吗？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华为一直在鸭子划水那所以黄仁勋他就一直提出警告，他说：“你不要以为人家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一半的人才在那里，不是在我们美国，50%以上的 AI 人才都在中国，然后中国的专利是70%。我想请问你一下，这些数字是代表什么意义？就是说，艾斯摩尔仍然是世界的龙头，没错，艾斯摩尔一定它还是值全球牛耳的首席之位，可是华为的技术领域突破，就像我刚才讲的，它直接绕过深紫外光，它直接进攻极紫外光，而且它用这样的技术方式，虽然可能在现阶段还有良率跟量产的问题，但后面它会不会达成呢？很难说。我是觉得说黄仁勋的警告是对的，他最后还讲，他说，当年辉达95%的产品卖给大陆，现在他还要我们的东西吗？辉达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绝大的大陆市场。我要失去更多吗？这个才是现在就是说川普他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才对。好，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上次哥怎么看？就是绕过 EUV， 那就可以挑战2奈米。我首先我还是先讲一下，川普这次突然愿意在全美国上上下下众议院、参议院，包括那么多的这个军事赛的专家都反对
卖好的晶片给大陆，但川普突然宣布这一点，对我认为这还是很微妙的。后续的影响我们还是要看哦。而且他要记得哦，他不是宣布，他还强调他跟习近平通了电话，然后他还讲说习近平的部分是好像正面的回应，是这样吗？所以这里头现在还有很多的悬念在此，而且现在到底当然这意味着黄仁勋说服了啦。我觉得包括整个至少他核心的幕僚是支持的，那这个还是很了不起哦。我觉得黄仁勋真的是拼了命的，都快活不下去。当然必须得说，黄仁勋现在的这个担忧点就在于，我们要知道，其实不只是一个晶片2奈米啊这些技术，主要黄仁勋这边以 AI 晶片来说，因为他自己有他的这个 Blackwell 的框架，川普接着也说 Blackwell 还没有给你，而且下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我说都是辉达很厉害的这个框架在运用的这个晶片，也不会给你啦，就给你这个 H200，但 H200比起 H20已经厉害6倍了，算是可以的了。而且很多我知道中国大陆啊，什么阿里巴巴，他们还是很想买因为这晶片还是蛮厉害的，所以现在这里头我有个神奇的拉扯，值得大家关注。不过刚刚提到的部分，现在到底中国大陆买单吗？会不会影响现在华为的权力的这个拓展？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中国大陆作为一个国家战略，要发展出自己的晶片，即使买你一点点，看到川普的面子或黄仁勋的努力份上，但也不可能全面结构性的开展，因为中国大陆一定不能够调到辉达的这个 Blackwell 跟未来 Rubin， 甚至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 Google 自己在做晶片，未来可能会直接跟黄仁勋一起来对抗，还有 AMD 的这些晶片，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特别注意哦，所谓的这些重点已经不再是2奈米。首先，半导体晶片跟 AI 晶片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以华为来说，主要是放在特别是新海来的投资。华为现在那么多的专利，主要就是这一代的半导体，我们不要讲下一代的这个新材料，它要全部绕过，包括艾斯摩尔绕过美国这个几百几千样的部分的专利，很不容易。但是你说不可能吗？可能哦，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华为自己本身的专利的技术很强，不只是它现在这个晶片，你要知道它最厉害的专利是6G 通讯，而且它包括做智能车，包括它的鸿蒙系统，乃至于它在采矿养猪，你可以想到全中国现在在应用的东西，包括无人机的很多系统，华为都在里面哈。而且现在国家要用华为的这个底层的系统，所以呢，这些华为的全面的专利所构筑的是跟中国这个国家量身定制在一起。而且我们必须得知道说，最近其实所有的这种晶片也大家越来越有类似像中国大陆现在用 DUV， 它就用重复曝光技术。那连台积电自己现在也都用这种小晶片的堆叠技术，包括 CoWoS 这些堆叠技术，也就是说，这里头不再是在竞争这个2奈米、3奈米，最近大家不再多谈，因为有新的技术，而且这是半导体晶片哦。如果我们就 AI 晶片来说，现在更重要，中国在发展一个晶片烂一点没关系，可是它在整个所谓的AI 云或云算力这个架构里头，会有新的软体的写作方式。我可以把你晶片，如果现在我用烂晶片，但我的烂晶片可以体现出全部的功能，包括现在如果你 H200可以买到，它现在新的这个框架就不是用辉达的框架，是自己开发的框架。所以过去辉达的晶片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台湾用可能只能用它40%的功能，而中国大陆就要把它逼到80%、90%，我们就讲超频，或者等于是把它就 optimize 到现在的功能。所以中国大陆透过它发展其他配套的软体，即使晶片是比较弱，所以今天全面的攻伐来讲，基本上还是以华为为它的整体的发展，无论软体、硬体的部分的总核心。因此，我相信 H200虽然应该有可能看你妹子买一点点，但它不可能从此放弃中国自己搭建全方位半导体跟 AI 晶片的国家战略。好，中国大陆在科技战上面全方位的发展哦，包括发展也非常的快速，所以这一回呢，川普在科技战上面看起来是让步哦，有所解禁 H200，但是在这个贸易战上，川普恐怕是没有料到，因为呢，本来是希望用关税来锁死中国大陆的，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出现了一个最新的数据，反而是有利中国大陆的，也就是中国大陆最新贸易逆差首次创下新高，突破了1兆美元，让美国被害惨了。因为关税的关系，美国的物价暴涨，然后通膨失控。我们来看到几项最新的数据，第一个，中国大陆2025光是前11个月贸易逆差，刚刚提到了突破1兆美元，史上第一。第二件事情，他们对于美国的出口其实
实是下降幅度高达20%的。对美国的采购也同样是下降了，但是呢，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有没有解决？其实是没有的，仍然是达到3倍。刚刚讲了，还有造成的是美国的物价上涨，包括了现在涨最多的就是他们的天然气涨幅70%，牛肉上涨16.6%，那么牛绞肉也有12.9%的一个幅度，45%的美国人已经痛批说，生鲜食物实在是贵到他们已经难以负荷了，怎么回事？本来要打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税战，怎么越打越强？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虽然这个农产品很丰富，它很多也是进口的，比如说它这个牛油果哈，就是我们叫什么这个那个大陆叫牛油果，台湾叫什么？avocado 都想不起来。它全部洛梨，它全部墨西哥的。对，加州也有，基本上都墨西哥的。川普把墨西哥农产品给你加15%，你的市场价格是不是贵？对，还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邻近国家的。连牛肉，我们后来发现，美国比较平价的牛肉很多是买巴西的，巴西给人家 charge 25%。对，你说美国的这个物价能不贵吗？所以我们认为美国是产大豆、产大麦，什么都外销，可是很多农产品也是进口的，包括肉品都进口的。所以现在我觉得美国的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政府抽税抽太重了啦。你政府抽税抽重了以后，物价自然上涨。因为川普说我这个关税是抽外国政府，是外国政府跟我交税，那是骗人的。你的税收是老百姓交。我跟你讲，关税是谁收进去的？你知道？关税是美国政府收的。你是钱交给美国政府。美国老百姓的税呢，也是交给美国政府，对不对？没有错。你知道现在国际贸易的基本上的这个作为是什么？关税部分都由进口商出，对，没有出口商在出关税的。这个叫什么？这叫 FOB。FOB 的在国际上叫离岸价格。我这个价格报你就是离岸，我把它送上船以后的后面事就是你进口，你买的人负责了。买的进口商他当然他要付关税，在哪里付？不是离岸的时候付啊，是进岸的时候才去付关税啊。所以这个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么？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进口商在付。那进口商他有时候说，我这个税很重啊，你出口的时候你分摊一点好不好？你吸收15%好不好？你吸收8%好。那没有问题，那你就卖便宜一点可以。可是问题，大部分关税还是进口商在付啊。对。那问题，所以这些钱都被谁收去了？美国的进口商税交给谁？交给美国政府。美国老百姓税交给什么？所以美国老百姓过去只要交税，关税美国平均关税已经2%而已啊。现在美国平均关税搞到人家都是要人家怎么样？都是要给到多少？15%。日本的都是15%，韩国15%。我们台湾是20%嘛，25%，印度是50%，对不对？现在这个墨西哥、加拿大都是都是很高的关税，所以你税重了，最后谁出？消费者。所以到市场的时候，价格都往上走。那怪谁呢？怪美国政府啊。另外一方面，美国基本上它的这个债越借越多，其实它的债越借多，你的美国人的所谓的怎么讲？他的这个他用高利息的结果，美国人说实话，每个月1号就在写支票，付什么车贷、房贷啊，家里的那个音响贷，然后买什么都是分期付款，每个都有利息。然后美国还有什么循环利息，那个信用卡的贷款，那美国的利息这么高，那老百姓真的是负担的重的不得了。中国大陆很简单啊，中国大陆说实话。美国最近一个记录说，它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从4.5%，GDP 4%到现在已经降成2.2%了。意思就是说不依赖美国市场。然后呢，在俄罗斯、中东、南亚、东协、非洲市场全部遍地开花，它分散市场了。对，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
接下来持续看到，没有想到平静了一阵子之后，泰检竟然爆发了10年来最大的战火失控爆发。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包括了 F-16都被出动了，怒炸检国的军方，泰国也怒呛说要打到你检国没有能力反击为止，完全不给川普任何的面子。东亚现在被解读是不是成为的中美之间的火线代理战场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就是在这一天哦，12月7号这一天，我们来看到泰检开战，爆发10年最大冲突。7号的凌晨是一路烧到了8号的凌晨。先来看到双方出动了什么样子的武器。首先呢，泰国的军方指控柬埔寨使用的是无人机投弹，并且呢，以卡车载着 BN-21火箭，不断的向平民居住的地区来做发射。12月8号，我们来看到泰国空军则是立刻出动了他的 F-16战机来打击两国边境的这个柬埔寨的一个阵地，双方剑拔弩张，目前是知道已经造成了5死哦，他们这个伤亡人数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那我们来看到双方的一些高层是怎么样回应的。首先是泰国总理，他说介于柬埔寨对于泰国采取的军事行动，泰国是不会进行任何的谈判的，这立场踩得非常的硬。再来看到洪森，则是说红线已经划定了，他们将会展开的是报复侵略，并且他说呢，已经跟红马略开始做讨论，共同指挥应对来做侵略。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要开战了。好不容易泰检10月底才签下的和平协议，现在12月过了2个月的时间而已，火炮、战机直接开打，战线可不可能全面失控？怎么回事？大使怎么看？这个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双方的这个驻地的部队啊，有的时候作为啊，他比如说这个地方他没有布雷，他突然布了雷，就把对方炸死了几个，那对方他就报复了嘛。因为这块土地目前就是说，有一个双方的一个缓冲地带，可是双方都认为那个缓冲地带应该是我的。所以呢，就变成有的时候你去这个好，你去巡逻，会发觉过去大家没有搞一些暗桩，那现在突然有了，然后他踩地雷被炸死了。对，其实这件事情，这个最近2005年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然后一些零星的冲突以后越闹越大，对，然后呢，这个当然这种情况现在看起来也跟各国的国内的情势是有关的。哎，你知道这个当时的话，泰国的前首相塔克辛跟这个洪森两个交情非常好，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前线两军的冲突，双方的驻军冲突以后，那你记不记得佩通坦打了一通电话去给洪森说，洪森北北，这一叫以后，洪森最后说我不想让我把这个整个推翻以后。那个佩通坦塔克辛女儿就下台啦，塔克辛还被关起来啊，所以你说现在发生事情，泰国的阿努廷他敢弱吗？他不敢弱。本来这种事情双方讲一讲就没有，这块土地争执，它没有多大，非常小一块地。你知道这块土地冲突从什么时候开始？1903年开始。100年。哎，这柬埔寨国家还没独立之前跟。这个他的前面的这个殖民政府，法国就有了。1953年柬埔寨在成立啊，那么双方在当时其实关系还蛮好，用国际法庭来解决领土纠纷。只是说当时1962年国际法庭把它判给了这个谁？判给了柬埔寨，泰国不服的话就不承认，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拖到现在，双方没打过大仗。双方都是零星冲突，你死个3个，他死个5个，所以就一直在这样。那现在呢，这个事情又破局了。其实我认为它还是会慢慢还会停下来的，因为它的利益不大，象征性的利益比较大。它不是那边有石油，那边有什么钻石，有什么矿，那边小块地，它就是一个庙，叫博威下庙，是一个古迹而已。对，就是如此而已啊，有什么好争的？死那么多人。没有用嘛？可是唯一感觉最没有面子的，应该就是川普先生。川普先生为这件事情，他还要去争取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见川普做事不牢靠。你搞的和平协议根本就是怎么样？就是临时为了要你得一个奖，
就搞了这样。那事实上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嘛？你就是什么啊？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急着怎么样宣告自己的这个调和的绩效？那这个问题还会继续下去，我觉得也不会闹大。好，100年的问题持续到现在，持续的引爆。那么在现在是正式的持续爆发。那包括在这背后牵扯到中美之间的角力，我们等一下也会持续的来看。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柬埔寨明明就知道自己的军力明明就是不如泰国，为什么还是愿意继续的打下去？而且呢，为什么到底呢完全的要跟泰国做拼命呢？来看到在海陆空上面，到底双方悬殊有多大？首先在空军，泰国等于就是说压倒性的一个优势了，因为它的战机数量112架，还包含了来自于瑞典的施救跟这个 F-16。那么空军的人数4.6万人，柬埔寨竟然是没有任何的战机，双方战机比112比0啊。那陆军同样是重装碾压的，这是在泰国36万的兵力跟7.6万的兵力做相比，而且他们的战车数量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达到2倍的，海军层级更是完全不一样。泰国的海军7万人，它还有航母。看到柬埔寨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航母的，泰国还有作战的舰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包括了国防预算泰国明显的是高于柬埔寨。为什么柬埔寨拼了命还是要跟泰国打到底呢？这两个国家不能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面去衡量啦。那柬埔寨是历史上的弱国，这本来就是这样。但是柬埔寨的赤棉非常有名。从1975年的赤棉接掌政权之后，残杀了不止200万柬埔寨人，那是一个历史上的悲剧。那可是呢，柬埔寨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它从来没有一天是现代化过。就算是你今天看到的西港，也就是西哈努克港纪念他们的那个亲王而命名的这个港，也都是中资在帮他们建立的。所以金边政权长期以来超过60年的贪腐，所以他们的军力本来应该要放在国防上面的钱，都就是被人为就是人谋不臧给稀释掉了。所以你说，不管现在是洪森或洪马内，他们今天当了长期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在民生议题上，更不要讲国防了啦，空军连1架飞机都没有，这样也可以，鬼混了50年，没有1架飞机，没有1架作战飞机，你这样也可以，这样还算国家吗？我都不太晓得。他的空军只有直升机而已。那海军更弱，海军弱到说泰国还有航空母舰了，你有什么？我只有巡逻舰。其实泰国的航空母舰早就已经报废了，都不能用了，上面的战斗机早就已经送进焚化炉了。大家知道吗？泰国没有航空母舰的啦，那是假的啦，摆的好看的。但是就算这样子，我也强过你柬埔寨很多倍。所以其实这两个不是拿来可以相比的。泰国那个空军还有一个亮点，它竟然有什么？它竟然有 Gripen， 就是 JAS-39，瑞典的施救战斗机，是公认第4代甚至4代半跟我们的 F-16是同样优秀的一种战斗机，泰国竟然有了。所以为什么？所以他们还知道要与时俱进的进步。那柬埔寨在洪森跟洪马内他们父子俩的统治之下，你现在在边界上面为了这个一小块，刚才大师讲的其实那是很小的狭长地带，为这种事情又这边死了6个，那边又死了1个，又伤了8个。其实今天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在什么？意义在我们今天泰国不能够示弱。为什么？如果示弱会危及泰国现在的内阁的政权的地位跟巩固，所以他必须要表现出强硬的态势，还出动了 F-16。你出动 F-16，我说句实在话，你可能还找不到目标来炸，因为什么？因为柬埔寨的军队可能都躲在丛林里面，那个不是出动 F-16的，那要出动这个丛林特战部队，你才能够去找到柬埔寨的有实力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所以我是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边境冲突不会太久，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两个完全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国家。那泰国你也帮忙好不好？得饶人处你就饶了他吧。
对，不过这场战打下去也会被人家解读说，你川普不是早就已经帮这两国签好了和平协定了吗？和平协议了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持续的打起来？泰国也太不给川普面子了吧？那另外一方面，泰国背后有美国支持，柬埔寨背后有中国大陆的支持，有人视为是中美之间在东南亚的另外一场代理战吗？上志哥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说法太粗糙了啦。大家知道泰皇不是前阵才刚刚是中泰建交50年第一次访问哈，那是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部分的接待，而且这里头也有跟泰国很多的中泰之间的包括经济啊各方面的签约的一些进展。那当然大家都觉得没有错，以前过去柬埔寨的时候，洪森当然是跟北京是完全是绝对的麻吉。可大家特别知道啊，因为现在这个柬埔寨的部分的总理，也就是现在洪森的大儿子，就是洪马奈或洪马内，他已经正式接班了哈。那但他正式接班之后，要记得大家觉得柬埔寨还是要仔细观察，因为跟中国大陆之间，现在中国也是比较谨慎的来对待这个接班人。因为要知道这个洪马奈呢，他就是小青年就是送到美国，他是念西点军校的，他在念纽约大学，然后到英国拿到博士，也就是说，他作为小孩子、青少年开始，他整个就是受到整个都是以美国为主的美英的西方教育，所以他在很多的价值上是跟美国很倾向的。现在虽然洪森在没有错，可是当时就引起一个巨大的部分，就是他当时就任这个总理的时候，他竟然邀请了真的美国驻柬埔寨的大使坐在正中央，而中国的大使竟然坐在旁边呢。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虽然不是说这甘冒大不讳，你就可以理解到现在洪森的儿子的状况是多么倾向美国。所以这个在使得跟中柬之间的关系，你不能认为中国就傻傻的，你老爸跟我很好，我就都认你。在这些小地方的态度上，其实中国现在变得比较谨慎。也就是说，现在泰柬的这一次的部分的刚刚发生这个战争，在边境上也不要小看，不是偏僻的地方，40万人已经开始跑了。两边的部分，40万人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家花莲县就是40万人，全花莲人能跑了，这是什么概念？也是很多的啊。所以这里头的影响性还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时间里面，无论在美国的国务院或者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都没有立刻的，比如说劝和或等等，大家都还在观察这一次的部分的再起争端的摩擦性，是不是刚刚竹荣前面两位讲的，很快其实就是一个小摩擦，或者说它后面会继续扩大成一个政治上的部分的冲突。但无论如何，泰检其实没有撕破脸。但是就洪森先前跟塔信家族的部分的这个已经怎么讲呢？已经真的是撕破脸了。有心结，如果没有心结，总也有疙瘩。我觉得这个部分不只是现在在军力上大家论斤计价的在较量，我认为以洪森的个性来讲，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部分始终还是不满，明知道跟泰国的军力悬殊，但他还是就是要出手，包括他用的武器都知道柬埔寨的武器是俄罗斯跟中国的武器为主，去打泰国其实也是蛮尴尬的。